美驻华大使伯恩斯成为拜登政府最新一位否认所谓与华脱钩的高级官员。他2号在一场智库活动中强调，美国从未打算冰冻中美关系，随时准备好与中国举行高层对话。美媒纷纷形容这是拜登政府迄今为止最明确的对华信号。话虽如此，美国近期却在中美恢复航线的谈判上再次无理刁难，给中美关系添上新的阴霾。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2号视频出席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的一场座谈会时表示，中美关系仍是复杂且充满竞争性的，但美国从未打算冰冻中美关系，已经准备好与中国举行高层会谈，并希望能在这一问题上与中方达成共识。 Our view is we need better channels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and deeper channels, and we are ready to talk, and it'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o that.Of course, when you've got big problems and when you have major disagree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座谈会上，其他嘉宾提到，拜登政府为遏制中国半导体技术发展，已经出台了多项禁令。此外，拜登还将在不久后签署行政命令，限制美企对华关键经济领域投资，也引发外界高度担忧。中美经贸会否加速脱钩？对此，伯恩斯辩称，对华科技贸易的约束是有限和常识性的措施，旨在避免加强对手的军事实力。We're not looking at a separation of these two economies, but there are areas where we have taken and will continue to take measures that would protect our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 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伯恩斯的表态与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几周传递的信息一致。即拜登政府要的是降低来自中国的风险，而不是与中国这个全球第2大经济体脱钩。值得一提的是，彭博社的另一篇文章采访了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领袖，他们纷纷表示，尽管拜登政府有所谓国家安全顾虑，但美国半导体公司仍然希望进入中国市场。该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纽菲尔直言，中国是美国半导体公司最大的市场，美企不能缺席。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全球政策副总裁古德里奇抱怨，特朗普和拜登政府在涉及国家安全和贸易限制时，企业像是在坐过山车，永远不知道未来6个月可能会发生什么。政府的限制总会给他们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挑战。深圳卫视注意到，伯恩斯在座谈会上除了呼吁中美高级别对话之外，还提到两国应增加学生交流，称这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伯恩斯表示，美国年轻人应该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和历史，这样才能在日后任职于政府部门时对中国有更好的认识。正如他被任命为驻华大使后，便给自己定下了学习中文的目标。伯恩斯还说，中美针对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目前已悉数取消，希望各项正式和非正式交流都能恢复如初。We've had a decoupling of our societies over the last 3 years. It's not healthy. It's not smart.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认为，伯恩斯的发言是迄今为止最明确的信号，显示出拜登政府对恢复中美对话的渴望。伯恩斯口口声声称要恢复中美间人文交流，美方近期却在中美航班复航方面使绊子。自1月8号起，中国正式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各类国际客运航班管控措施悉数取消，中外航司纷纷宣布恢复或增加国际及地区航班。然而，中美航线却纹丝不动。美国航司每周有12班飞往中国的航班，中国航司则有8班飞往美国。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引述6名知情人士的话透露，美国已提出给予中国航司与美国航司相同的每周往返航班数量，即每周增加4班。但前提是中国航司必须同意赴美航班不飞越俄罗斯领空。金融时报称，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航司一直对因华盛顿对俄制裁而被禁止进入俄罗斯领空耿耿于怀，认为绕行俄罗斯导致他们面临的燃油成本远高于中国竞争对手，因此正游说拜登政府阻止中国航司获准在两国之间开通更多航班。代表美国航空、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等美国航司的行业游说团体美国航空协会日前在国会山的一次演讲中就表示，外国航司可以获得更短的飞行时间、更低的成本、更少的燃油消耗，这使美国航司处于竞争劣势，每年损失的市场份额预估为20亿美元。美国航司的要求也得到了一些议员的支持。美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等人就曾在3月份对中美航班大放厥词，
声称督促美国政府禁止中国及其他非美国航司在直飞美国航班时飞越俄罗斯领空，否则不公平。中国驻美大使馆的一名官员对《金融时报》表示，美方的无理要求是中美航线谈判进度缓慢的主因。这名官员指指，美俄之间的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更不应作为要求互惠的依据。他还表示，印度和阿联酋等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飞越俄罗斯而没有在美国受到影响，因此中国不接受美方这种所谓绕过俄领空的无理要求。需要指出的是，这并非中美之间首次就航班问题发生争执，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美方多次借故挑事。去年1月，由于美国新冠单日确诊病例创新高，一批美国航班触发中国熔断政策而被叫停。美国交通部宣布对等停止中国航司直飞的中美航线，以示所谓公平。共有44班中国航司执行的中美航线被美国停航2个月，给两国人员交流造成极大困难。同年8月，美国再次宣布暂停4家中方航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26趟航班。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当时就指出，美国交通部的行为极不负责任。大使馆表示，中国对新冠疫情的熔断措施是公平和透明的，适用于中外航空公司，并符合双边航空运输协议。美国实施了对俄禁运的一系列的规定，强制的应用到其他国家的航空公司头上去，这也是一种变相的长臂管辖的这种做法，很明显是将正常的航空营运予以政治化了。这样的一种操作，如果这样的一种逻辑不改的话，会导致中国和美国之间在相互关系的摩擦中又增加了新的纷争点。不过，有观察指出，随着世界经济从疫情中复苏，预计美国继续阻拦中美航班恢复不会太久。一方面，增加航班对美国航司来说利大于弊，因为美国国内航线比国际航线更赚钱，中国航司只能飞到美国节点城市，这就意味着大量旅客需要美国航司承运到各个城市，利润不可小觑。另一方面，美国也必须考虑到，如果因航线争端而失去中国旅客，对其经济的冲击。根据法国外贸银行的研究报告，如果中国旅游客流强度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全球每年将获得160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其中美国将吸引到340亿美元。但若民航不恢复，一切都将打水漂。解铃还须系铃人美方在对华关系中诸多议题，包括这个航线选择议题方面，应该承担起足够的责任，而不是口头说要改善和加强交流，而行动中间又致力于破坏这样的一组关系。所以当务之急，我们说牌还在美方手里，我们希望美方能够以更负责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个问题。